2000年12月24日夜里，宝山灵泉寺里几个神秘的身影正在忙碌着，他们要开启一座埋葬了2年多的坟墓。经过种种努力，终于他们把密闭的坟墓打开了。刹那间，所有人都惊呆了，一具埋葬了2年多的遗体竟然完好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灵泉寺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南25公里的宝山之路。自隋唐开始，这里就是北方的佛教圣地，很多高僧都埋葬于此。这是北齐年间著名高僧道平法师的烧身塔，也是中国最早的野外双石塔。在它的旁边有一座新修的石塔，里面埋葬的是一位名叫吴云清的老人。2000年的那个夜晚，灵泉寺工作人员开启的正是这座坟墓。老人安葬在这里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可是为什么要把他的坟墓重新打开呢？而且还进行得如此神秘。事情要追溯到老人临终之前。1998年9月21日，在安阳市韩王渡村的一间破旧的佛祖庙里，吴云清老人离开人世。据说他临终之前曾经留下遗言，希望保持坐姿，以坐缸的方式来安葬自己，并且3年之后重新开缸。他认为自己的肉身将会保存完好，不会腐烂。老人盘膝而坐，离开人世，这是他临终时的照片。死后3年，肉身不腐，这种预言听上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也有村民愿意相信奇迹真的会出现，因为还有一种传言，吴云清老人生前活了160岁。长寿之人肉身不腐，很可能就是得道升仙了。下葬那天，很多村民赶来看热闹。当吴老的遗体被抬出来的时候，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要走一段路，他抬着他一走，那个吴老呢，他当时是这样，吴老是用那个白色的一个包单裹着呢，好像略微露着点头顶。他一抬着他走这一段距离，他那个头就是头就是一抬一抬的，因为他要颤动嘛，他一颤动，就是老百姓觉得感到非常稀奇，说这个3天一般都僵硬了吧，怎么这个身上还是发软的，所以老百姓就看那个热闹的这个劲儿就更大了。尸僵是一般的在死后1到2个小时就可以形成尸僵，但是到强度最大的时候，12个小时、24小时就可以达到非常强的强度，整个人体处于一种僵硬状态，之后慢慢的变软，随着腐败发生慢慢变软。下葬是在老人去世后的第3天，9月份天气炎热，是不是因为遗体当时已经产生了腐败迹象呢？因为我是直接就参与这个事儿嘛，他是浑身这个一颤的，这我就亲眼所见啊。另外，他当时没有任何这个异味什么，这是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异味啊。当时天气还是比较热，我也觉得比较反正很少见吧。死后3天，遗体柔软，没有腐败迹象，
这让更多的人开始相信，或许奇迹真的有可能发生。大家为3年后的开缸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这个缸盆的上面，放了玻璃，那个玻璃是用普通那个玻璃胶，考虑这个洞啊能看到里边的东西，把这个搞了一块玻璃粘住这个洞，2个扣的时候呢，里边放了个电灯泡，电灯泡把那个线呢，就让这水从这水泥抽出来，这个线放到外边。原计划就是开缸之前一通电，里边就看得一清二楚，原来是这样，是这么构思的。2000年12月，距离3年还差9个月的时间，宝山灵泉寺的2名工作人员却提前来到了这里，他们正在准备开启工作。一个天冷，万一不成功，这气味还不会太大，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们保住这个秘密，他们谁都不知道。我们先打开看看以后，如果成功了，就让外界知道；如果不成功的，以后就封住，就不再提这个事儿了。为了保守提前开缸的秘密，院子大门紧锁，开启工作持续到了深夜。密封了2年多的石塔终于打开了。从之前安放的那块玻璃上，人们终于看到了缸内的情况。当时有没有手电嘛？就隔着那个玻璃往里边照来了，有个方孔，然后一照，那个玻璃下面呢有水珠，非常密集的那些水珠。缸内有水珠，说明湿度很大，这让所有人对此事都失去了信心。在如此密闭的潮湿的环境内，吴老的遗体又将会如何呢？因为我们从来没经过这个事儿，心里边反正觉得，多少有点害怕吧。如果遗体发生腐败，即使是在冬天，腐败气体的味道也将会让人难以忍受，而缸内的情形更是不堪入目。打开之后，当时把缸一起开呀，后边一看，因为吴老他是穿了道袍，那个道袍是白的嘛，说看到那人在那趴着，一到打开缸以后，就是他个嘴，就是这个脸骑到这个缸上边了。就是嘴歪了点，骑到个嘴这个缸上面了，就这一点毛病，别的什么没有。吴老的预言真的应验了，埋葬2年多，遗体竟然保存完好，丝毫没有腐烂痕迹。正当所有人都惊诧不已的时候，却发现了更加离奇的现象。他的皮肤事实上是比较湿润，他皮肤很湿润。那个颜色就是红里边有点黑啊，或者黑里边有红，就是大概这个颜色。身体挺好的，身上全部是这个地方还是白了，那个肌肉还是有弹性的。当然打开以后，这2个地方肌肉还是有弹性的，这个地方也有弹性，这个地方都有弹性，这4个腿的都有弹性。脚是没穿袜子，穿的鞋，把鞋剥了以后，脚都是白亮亮的。就是这个皮肤，它有这个地方弹性，这个地方就是好像那个肉缩在上面了。从此，宝山灵泉寺传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位160岁的老人下葬3年之后，肉身不腐，周身柔软，肌肉富有弹性，相貌栩栩如生。随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慕名而来。然而，当人们来到灵泉寺的时候，却并没有看到传言中的神奇景象。这里只有一尊颜色发黑、肌肉干枯、僵硬的干尸。整个遗体盘膝而坐，周身保存完好，银发白须清晰可见，但是都与传说中的描述相差甚远。更多的人甚至怀疑这具干尸是人为制作的，
160岁的年龄更是无凭无据。此事的离奇性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炒作骗局。2010年，郭凤祥刚刚调任到宝山灵泉寺管委会工作。面对社会上种种弄虚作假的指责，他的心中也充满了疑惑。于是他决定邀请专家对事情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从我们法医角度，我就说它是一种保存性的晚期尸体现象，但是具体属于哪一种类型，看了之后再做判断。专家们首先要做的是对玻璃罩里的气体进行采集。如果遗体曾经使用过任何防腐剂，或者是体内服用过什么药物，经过长时间的密闭之后，里面的气体中都多少会有些药剂的残存成分。通过实验，应该可以检测出来。这个颜色是一个比较深的棕红色。刚才我的研究生专门去触了一下，感觉比较硬，比较发硬。因为我们做这个工作了，也接触一些这种干尸啊，但是局部的比较多。像这种完整的、保存这么好的，确实很少见。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新的课题。病理实验结果表明，如今保存下来的遗体只剩下了纤维结缔组织，已经没有了任何细胞成分。我们看到这个人还有这么一个轮廓，实际上就是剩下的基本上纤维结缔组织在支撑。至于这种结缔组织中间的细胞成分已经不存在了。在一定特殊的保存条件下得到一具完好的干尸，以往都有过先例。世界各地都曾经发现过保存了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的各种各样的尸体。阿尔卑斯山冰冻木乃伊，欧洲北部的沼泽木乃伊，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就会有干尸产生，但是它们身上却并没有笼罩更多的神秘色彩。而吴老遗体不符的条件又是什么呢？当地村民认为，这正是老人生前一直修道念佛的结果。他们更加愿意相信，吴老修炼道家内丹功，长生长寿，将近160年的修炼，如今已成神仙了，而他的肉身也将会永存于世。吴老遗体是如何变成干尸的？如果下葬时遗体还是柔软的，并不是干尸的话，那么埋葬的环境则至关重要。先把这个缸下面的大缸埋到地下，埋到地下以后，缸里边什么也没放，缸里边就是放了一些，放了一些炉渣，就咱们烧煤球那个炉渣，炉渣上面放了个蒲团，蒲团上面就把吴老放上去坐下了。所以当时因为我是在医学博物院担任文物科长，我是懂得这个考古，所以当时就用了个原始的方法，就是里边吴老点了一个煤油灯，就是把这个煤油灯一点住以后，开始把这个缸一扣，扣了以后，把这个水泥把它糊住。一口水缸，一个瓷盆，然后用水泥进行密封，炉灰有一定的吸潮作用。而煤油灯可以把缸内的氧气消耗掉。此时密封的缸内形成了一个相对干燥和缺氧的小环境。这种防潮缺氧的埋葬环境为吴老的肉身不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是这与木乃伊繁复的制作过程比起来，简直可以称之为简陋。
真的是仅仅靠一些炉灰和一个煤油灯就能够制造出人工干尸吗？出土后遗体柔软的说法又是真是假呢？他那个肉身还是软的呀，软的后来，这个多多少少他能支那儿吧，就好像当时是找了一根钢棍啦什么，就给他把那个嘴巴骨下边就给他支起来，支撑开了。第二天的话，才把吴老的这个衣服全都给他脱了。这是安阳县电视台10年前的一条新闻。在仅有的一段几秒钟的视频中，我们看到遗体出土后的情形。遗体保持着坐姿，身体用钢板支撑，捆绑的铁丝似乎可以看出肌肉好像还有点弹性，腿部肌肉红润，似乎还真有点血色。2年以后打开，说还完好如初，没有腐烂，没有菌的生长，皮肤还是软的。这种情况因为我没有看到，按照我的想象，从我科学的知识上理解，我认为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出现，那我还不能解释，但是我其实是没有看到。什么样的处理会让遗体是柔软的？是福尔马林的浸泡，还是类似马王堆汉墓中神秘的棺液？气体实验将会给出答案。很快，气体实验有了结果。因为现在通过这个气体来检测来讲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提出疑问的，就是说有没有经过甲醛的处理？从气体检测上来讲，可以很明确的告诉说这么一句话，就是没有检测出甲醛气体的成分。玻璃罩子里冲的是否是防腐的气体？现场曾经闻到过的那种淡淡的清香又是哪里来的？成分主要还是空气。当时说里边，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闻到一些其他的味道了。现在考虑根据后来的现场那个情况呢，考虑还是那个木头里边那个，据说是一个樟木樟木座子散发的一个气体。另外呢，它封这个玻璃罩子的时候，用了一些玻璃胶，也是玻璃胶散发的这个气体，这些味道。遗体并没有经过福尔马林处理，当初人们最倾向的一种推测被彻底否定了。那么吴老肉身不腐，甚至连内脏等都完好保存的原因是什么呢？从我自己的看的一些资料来讲呢，就是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要达到这个采取一些办法，使这个人体脱水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我不吃不喝，是吧？我到一定，或者是一开始我就不吃饭，光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我也不吃也不喝，这样造成人一个脱水的状态。辟谷是道家的一种养生修炼方式，通过拒绝进食，以达到清洁体内的目的。吴老临终之前坚持辟谷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连水也不喝，这样使得他体内十分干净。这是他内脏并没有摘除，也没有引起腐烂的一个重要原因。遗体变成干尸之后，相对来说保存起来会容易一些。那么干尸是不是经过人为迅速脱水形成的？从 DNA 检测结果上来讲，也支持这个组织没有经过甲醛的处理，因为经过甲醛处理的组织，这种 DNA 往往是很难检测到的但现在我们就是说，检测出来，说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说明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干燥的一个过程。就是从侧面作为一个参考证据，
可以支持它是一种相对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干尸。经过种种实验证明，吴老遗体没有经过任何防腐药物的处理，也没有经过快速的脱水。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修炼而得道升仙了吗？我感觉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呢，从自然情况下来达到这种情况呢，应该说可能说能达到，但是呢，应该说比较少见一些。吴老遗体的干燥过程很有可能就是在密闭的缸内形成的。那么玻璃上的水珠又应该如何解释呢？我估计，有水滴，只能说它有水滴的缸的体积比较小，表面有一块玻璃，地上有水珠。那么这个情况在这上边不需要太大的湿度也能产生，也能，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有一些在那个它是一个夏季，不需要太大的地方，在玻璃上也有可能会产生水珠。吴云清老人肉身不腐，与自身以及当时特定的保存条件密不可分。但是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偶然的奇迹。如今面对媒体关于吴老肉身不腐、弄虚作假的种种质疑，郭凤祥终于可以欣然面对了。但是老人是否真有160岁，这是灵泉寺又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他的年龄到底是多少？160岁的传言从何而来呢？1980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在第4版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陕西省延安市清化边村142岁老人吴云清，出生于清朝道光18年，原为清化寺长老，现为人民公社社员。如此算来，吴云清老人1998年去世的时候，年龄则正好是160岁。正是由于当年的报道，使得吴云清老人也一下子成为了传奇人物。但是由于缺少实际证据，142岁的传奇年龄很快便被种种质疑声所淹没。此后，老人的年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问过吴老，因为刚开始我跟吴老在80年认识的时候就问过吴老，吴老就第一讲是道不圆寿，这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吴老呢讲说道家以天地为寿，他从来不讲自己多大年龄。后来我跟着吴老发现，就是有许多问吴老年龄，吴老一般都是笑而不答。后来呢，有人问吴老，吴老就幽默地讲自己40岁。后来这个人口普查的时候，问吴老说：“你为什么40呢？”吴老给他们写了一首诗，信口写了一首诗，就是“人口普查吴云清，40岁人出了名。当年曾是100岁人，而今越活越年轻。”啊，后来就是一直到吴老临终，吴老始终没有讲自己多大，但是根据周围的我调查了许多人，这个160岁还是完全靠得住的。郭凤祥希望专家们可以通过实验对年龄做出些判断，没想到这却是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课题。年龄的鉴定啊，现在在人类学上面或者在法医学上面呢，做的比较多的主要是对青少年这方面研究比较多，根据骨化中心化骨核的情况，这个来判断这个年龄，10几岁的这样个年龄，这样研究比较多。年龄再大的就根据牙齿的磨耗度，磨耗度，这样一般来说呢，随着人年龄的增长，牙齿磨损程度就会加重。那么一般来说呢，你像老年人他牙齿就掉了，这样呢，你要是说来找这个牙齿的磨耗度来判断年龄就不现实。所以一般呢，这样他可以做到60、70岁，这样一个判断。但这种判断也只是个大概的判断。
至于其他的一些科学研究很多呢，目前都是在研究阶段，还不能真正用于年龄的鉴定。60岁以上的，就是说研究本身都少，再一个60岁以上，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渐渐的越来越小，推断起来就更困难，更不准确。年龄上，专家们无法给出判断。很多媒体认为是吴老为了出名而编造的谎言。还有人调查称，在他的老家曾经找到过他的姐姐，推算出他的年龄不过90多岁。吴云清老人是河南荥阳人，据说早年出家后一直四处云游，最终在陕西延安定居。安阳这里再无法找到关于他的更多线索，于是他们决定前往荥阳。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吴云清的老家高山镇的鱼顶村。而关于吴云清姐姐的说法，在村里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证实。由于时间久远，了解吴老家中情况的更是所剩无几。根据村民吴先洲的介绍，当年村子里曾经有一位叫吴之墨的老人见过吴老一次。80、90岁这个老头搁那边儿，就是说这是个一个村里。啊，现在他还健在吗？不在了，这边人都不在了。啊。哎，像他们那里的人，他们还叫。啊。哎，他们这回来，他这到处回来过一回，也见过他，究竟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了，所以这。就说，你说这个老同志，他是当时是80年说的，他是80几了。反正他都80多了。啊，他说检他的时候有多大岁数？看那个。检的时候，那他说的就有20多岁，那时候就检他了，哎。他检他的时候。检他，你知道他说他就有50岁的时候，检他。23岁检这个吴云清的。哎，对。检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60多。哎，就60来岁那。60来岁啊。如果按照吴先洲所说的，吴之墨在上世纪20年代时见过吴老，当时他看上去已经有50、60岁的样子。那么吴老去世时的年龄应该大约是140岁左右，而这个年龄也仍然使人有些难以相信。这种年龄呢，应该跟他发育年龄的5到6倍，或者是多少倍了，有这种说法。那么如果这个人说20岁或者18岁、20岁算发育成熟啊，你就按6倍来算，26 120岁，是吧？人这种预期寿命，有的人说现在人预期寿命可以活到140岁，但是这只是理论上的。哎，所谓这个人的寿命到最终啊，人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疾病造成人死亡。所谓那个无疾而终或者寿终正寝，这种不能说没有，应该说很少见。千百年来，健康长寿一直都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理想，而至今100岁以上的老人仍然是寥寥无几。中国道教以长生成仙为追求目标，并且有一系列独特的养生修炼方法。那么160岁的年龄又是否可以变成现实呢？人活160岁啊，这个从我们道教讲应该是可以的。我们道教讲，人应该活180岁才算尽到了你的寿命，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活到60岁的时候，你才过了同龄的生活。从60岁了到120岁，你才步入了中龄的生活。那120岁到180岁，你算是过了壮龄的生活，都是老龄了，啊。
所以说我们道家里面啊，以这个彭祖为荣，说彭祖800寿，所以说我们这个道家修炼啊，就是讲究的长生长寿。偶然的机会，郭凤祥找到了一张关于吴老生前的光盘。在这份资料中，他惊喜地发现，在吴老生活的延安清化边镇，还有很多人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那你那时候见他是什么个样子呢？他那时候来啊，还是活个7、8十。就是胡子这么长。这个7、8岁上的，这狗照的像的，走的胡子的说的70几了，个人70几了的还70几了，为了验证资料的真实性，他们再次踏上了旅程。经过寻访，终于在西安找到了当年的调查者，国际气功报的主编刘全寿。关于他年龄的这个东西呢，反正几个年龄偏大的人，讲的这个东西呢，都是说他第一次见吴老，他就是一个老头子，就像现在这个样。你是最早什么时候见的吴老呢？建设前的都来了。啊，对，建设以前吴老就来了，解放前就来了。解放以前啊，对。他们来了，建设以前来了这个4年了，3、4年了。啊，那时候他是像掌柜的那些还都有。他讲，1947年胡宗南撤退的时候啊，他那时候是第一次见到吴老，吴老就是个老头子。啊。这个这是他讲的。再一个呢，讲当时清华庙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在1956年就去世了。这个人去世的时候是90岁。那么当时呢，这个寺院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啊，当时他们在一起呢，他称吴老，见了吴老就称吴老，吴老称他是为育才，就叫直呼其名育才。这是什么呢？吴老比他的年龄要大，这个人1956年去世呢，90岁，这个只能是些推断，真正的是这个东西呢，无法考证。在延安市清化边镇，终于见到了当年采访过的朱德才老人。如今他已经是90岁了。对于当年所说的关于吴老的情况，他再次给予了肯定。他见吴老的时候，大约吴老有多大岁数？我的20几见吴老时候，吴老的这大约够多少年龄了？那时候来了，胡子都长这么长。哎，对，就这个。那岁数他。你见吴老的时候，他就这么长胡子。哦，胡子都长长。有多大岁数？大约就是说按他看的。那我看的那有这12高那里这里，我现在那是100岁也多了。哦，你说了100岁还多了。根本就也糊了。经过调查发现，当地很多老人对吴云清都还是记忆犹新。但是询问到关于他年龄的问题的时候，大家仍然是很难说得清楚。一口烟满满的。12是属下，他属狗，这个在日查时候这有时间提到这个事情。在我们这儿，那好多人都是在现在80、90岁，80多岁的人，那小时候都见过他，他都一个老头，长胡子老头。这个在村里面这种多。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吴云清老人就一直和杜成堂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杜成堂的父母曾经都是吴老在寺院时候的弟子，后来还俗成家。但是遗憾的是，即使在他的家中，也仍然找不到和吴老年龄相关的任何证据。上《人民日报》以后，那个时间不是名气比较大一点。到处来的人比较多，有的人呢是真心想拜吴老为师，讨教这个修行方面或者这个长寿方面、养生方面的；有些人呢就是为了社会上招摇撞骗，拜个师，
说我出去说我是吴老的徒弟胡高，实际呢也没有啥都不学来，就是拜个师就是。吴老特别反感这个事，所以他就之后谁问他，他都说他45岁。太和山道观是陕北的道教圣地，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庙会活动。吴云清老人一生以修道为主，据说生前他曾经多次来过这里。吴老在86年、87年、88年，在这一段时间的话，经常来。描述他是一个老汉嘛，长的胡子这么长嘛，这白胡子，两边都是。我那阵儿见的话，他就跟我说过，他的牙塌了以后，他又换了一口牙。我们看他也就是真的，这个长出来些小牙。一位100岁老人居然还能长出新的牙齿，吴老身上是否真的有生命奇迹出现呢？我们当地人都知道，有时间牙，他们这12岁一过坏了牙就不，牙掉了就不长了，那他牙真长，那是真是，那我一块生活着呢，我从小和他一块生活，那牙掉过的那又长出来。至此，对于吴老年龄的调查，再没有新的进展。如果根据很多老人的说法，他在上世纪初就是一位白胡子老人的话，那么160岁的年龄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遗憾的是，所有的说法都只能是大家的一种推测。可以肯定的是，160岁的年龄并不是吴老刻意编造的谎言。正是由于人们对生命奇迹的强烈渴望，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来探求他年龄的真相。道教的传统是什么呢？道不延寿，因为道教是讲究长生的，这个认为这个人活得年龄越长，寿命越长。才代表着你这个践行大道的这个行为举止是正确的。所以说呢，他不希望你问他的年龄，就如佛教一样，你不能问这个出家人的姓，因为他都是同一个姓，都姓释，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这两个道理是一样的。吴老的真实年龄也许会成为永远的秘密，或许人们更加愿意相信这是人类对生命极限的一次成功挑战，而真正值得人们关注的，应该是他作为一名100岁老人健康长寿的秘诀。我注意观察，他的饭量不错，吃的好像比我还要多呢，吃饭的时候呢，给我们反复讲，人要忌口，忌口就是不能吃肉。我们吃饭的时候掉在那菜渣，那掉在那桌子上面，他一个一个的捡起来就吃了，一点东西都不浪费。饭吃完，我们还正在吃着呢，他就是睡觉去了，在这旁边倒下睡，呼呼大睡，打呼噜。真是旁若无人，无拘无束，也不管你客人这里来了，你还没吃过饭，我就该睡我就睡了。这个我说这个人呢是与世无争，到街道上去买菜，譬如说给1块钱，别人找多少是多少，从来不问菜一斤多少钱，你该收我多少钱，该给我找多少钱，不问这些事情，到水井去打水，打着水桶去打水，别人在前面插到他前面去，他不在乎，他在旁边等着，你们打吧，打完我再打，这个都是他是个好老头儿，这是个好老头儿。我觉得吴老活多大不是一个多神秘的事情，我认为也很正常，也不是。第一，他从小练武，体质好。第二，他入了道，他也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这个思想比较
专一比较亲近，就是没有咱们世俗中的人那么多烦恼，思想比较清净。或许正是因为吴老曾经是出家之人，一生修道拜佛，才使他身上笼罩了过多的神秘色彩，因此人们对他的传说才会越来越神奇。他自己那个窑洞里面呢，有一个好像供奉了什么东西，很小的窑洞，大概人要低着头才能进去。我路过的头上一看了看，我说这什么呢？好像里面有着油香。油香呢，我就问了，我说吴老，这东西灵不灵嘛？我问过这个，我记得很。我问了灵不灵？吴老说，姓好名字好，平安陪到老。这次我记得很清楚。意思这东西呢，拜不拜，反正是你只要人要心好，你就这个平安陪到了。他一直讲人要行善，要积德，要行善，要积口，反复讲的，不管见了别人是第一次见面还是经常见面的，这个是见了面非讲不可的。它像一光光亮亮一样，不一样，没有光亮，没有不穿鞋，就是不穿鞋，三分光。再一个，你看这个脚趾头。吴云清老人常年食素，作息规律，生活中他导人向善，与世无争。正是由于他年逾100岁，精神矍铄，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才使得人们对他的传奇故事不断追寻。